师傅，你悠着点儿，可不敢砸偏。不愧是老师傅，一出手就是不一样，难了我们一天的问题，一锤子搞定了。问题解决了，要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，我就回去。谢谢师傅，师傅辛苦了。可是你先别走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儿，婷婷？你是我最得意的徒弟，尽管说。师傅，我是想请您回来做我们厂的技术顾问，年薪500万，你看可以吗？我这把老骨头都52了，干不动了，我不去。周师傅，您先别忙着拒绝，这厂要是当初没有您的指导就破产了。公司急需您这种老牌的8级钳工去做配件的改造升级。想忽悠我？不可能！我这上年纪了，就想待在子女身边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孩子他妈走得早，如今这刚结婚，我还准备抱孙子。好吧，既然您心意已决，我就不勉强了。您是公司元老，更是我师傅。这些年的分红，徒弟斗胆送来了，8600万全在这卡里。这个我收，但是顾问的事情就别多说了。我就说当初买房子别买不起，你非要听你爸的。这要是电梯房，还用得着这么费劲的搬东西呢？我能怎么办？钱都是我爸出的，你总得尊重我爸的意见吧。而且这帮地段都挺不错的，除了老点没啥毛病。行，我嫁到你们老周家算是倒了大霉。爸，你干什么呢？这好好的灯你给换了干什么？儿子儿媳妇回来了，这灯今天闪了1天了，我估摸着是坏了，就买了个新的换上。怎么会坏呢？网上对这个灯的评价很高的。可能是线路问题吧。我先换好灯，再给你们做饭。今天我有好事公布。什么？我们上班忙了1天了，你饭还没做呢。算了，随便你怎么折腾吧，我点外卖。外卖不健康。你和成功正是要孩子的时候，我这就给你们做饭，你们先歇着。还想着抱孙子的事儿呢？我告诉你，这孙子你怕是抱不上了。怎么了？出啥事了？你觉得出啥事儿了？这老小区墙薄的跟纸糊的一样，一点都不隔音。我跟你儿子都不敢弄出点动静，你听懂了吗？是我碍事了，我出去走走。你给我站住！是让你出去走走的事情吗？既然你听不懂，那我就说明白点，我要让你搬出去。这么大人了，一点边界感都没有，白活了。原来是我打扰到你们了。那行，我搬走，明天一早就回老家。我这还有2000块钱的现金，你拿着，等周末了你们花。你回老家能挣几个钱？你儿子什么出息你不知道，你每个月不资助他点儿，这个家能撑得下去？钱的事你们不用操心，我有钱。你有什么钱？这套房子早就掏空你家底了吧？总之不能回老家。行了，别闹了。这房子是爸用攒了1辈子的钱买的，要搬也是咱俩搬出去。让我们搬，难道也去住地下室？外面找一个2居室。2居室，你也有脸说？我的姐妹哪个不住大平层？我跟了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行啊，住大平层，你1个月4500的工资，你住得上吗？你一个男的说这种话，你干嘛呢？你不会挣钱。你没完了是吧？之前我想加班拼升职，你嫌我陪你的时间少，机会白白丢掉。现在收入低了，你又怪我没本事。对，我真是既要又要。你一个男的跟我计较这个，我就问你，你是不是找我当老婆？是你就受着，我就是这性格。行了，你们2个也不要再吵了。我这不回老家，我住哪儿？我那保安亭没法住人。谁说让你住保安亭了？我早就给你安排好了。住哪儿？我打听好了，咱们小区有很多守寡多年的小老太，我给你安排了一场相亲，相成了，你不仅有了老伴儿，还白捡一个住的地方。这开什么玩笑？我都多大的人了，还相亲？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老周家呀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他会下午选这个小老大都厉害，他可是你儿子公司的领导。不行也得行，你要是和那个小老太成了，以后你儿子升职加薪的事情就有着落了，我也能轻松点，到时候别说1个孙子了，2个我都能生。倒也不用2个孙子，儿女双全最好。这么说你同意了？那行，明天你收拾一下去见见那个小老太，叫李秀琴。李秀琴是吧？行，我知道了。你们早点休息，我下楼转转。
李秀琴，难道是同名了？傻丫头，别闹了，我哪有时间谈恋爱？公司整天都有一堆事要处理，我忙得吃饭都快顾不上了，还黄昏恋。你开公司1年也能挣个千把万，整天住在那儿，你不嫌憋得慌？你知道个什么？这房子从生下你来就在这住，这么多年了，全是回忆。你和你哥又常年不在家，我在这里住着没那么孤单。哎，臭丫头，我还没同意呢。老周啊，这么晚你怎么下来了？儿媳嫌我在家吵，我就下来转转。你怎么这么晚也在外面？刚才跟我女儿打电话呢，说我年纪大了，她常年在国外照顾不到，就让我找个老伴儿。确实，做孩子都有这个担心，你也别多想。那也不能太急呀。刚才还在给我说，明天给我约了一个让我见见。这不会这么巧吧？什么巧？没什么。你姑娘有说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吗？还在等消息。这样啊。其实今天我儿媳妇也给我说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不会也是相亲吧？可不是嘛，让我明天也去见见人家。同命相连啊，老周。对方什么条件？人咋样？有没有照片？拿出来让我看看，我好替你把把关。照片倒是没有，人挺好的。人好就行。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，一直没问过你嫂子走几年了。这么多年都是你一个人走过来的，一直都没想找一个。工作忙，没时间。年轻那会儿也放不下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倒是放下了。谁会看上我这干保安的老家伙？干保安怎么了？没偷没抢的。年轻人不都说吗？毕业干保安，少走30年弯路。你倒是紧跟时代潮流，没少网络上望啊。稍等，我女儿电话。喂，乖乖。妈，刚才忙去了。明天跟你相亲的那个老头叫周振国。什么？老周？怎么了，妈？你们认识？那就太好了。我在相亲群里看过周振国的基本信息了，人板正还干净，不像那些老头子，牙不刷，脸不洗，胡子拉碴还抽烟。我姑娘说，明天相亲那个人叫周振国。嘿，我儿媳妇说明天跟我相亲的叫李秀琴。你瞧瞧这事情整的，还没相亲呢，咱俩就相上了。你别介意啊，这都是孩子瞎操心。你要是有意见，咱们就当啥事都没发生。天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老周，你站住！你放心，我不往外说，咱也不是啥大嘴巴的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问你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人好，大方，得体，放在30年前，你就是万人追捧的花。我觉得你也挺好，板正，做事利索，没啥坏心思。你这是……你要是觉得行，对咱俩的事没啥意见，咱俩就先处着。这……你一个大男人，这事儿你还扭扭捏捏，行不行？就一句话。行，但是我就一个保安，挣不到啥钱，你跟我怕是会受不少苦。这能受啥苦？你1个月4000，我1个月比你多点儿，咱俩老头老太太又没啥大的花销，你还怕钱不够花？我是怕旁人笑话你，你有正经工作，我只是个看门的。这有什么？家里水电换灯泡我一窍不通，之前还都是你帮忙，我再体面也是女人，总得找个依靠不是？行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咱俩就试试。但是事先说好了，咱俩得签个协议，花的每一分钱都要记账，我不能贪你便宜。行，这事儿依你。天儿也不早了，这路灯都关完了，你送我回家吧。振国，你先坐，我去给你洗点水果。不麻烦，给你送到家我就回去，明儿再见。你回去干嘛？你回去不还得被你儿媳妇嫌弃？今晚你就在我这凑合一晚。这不合适，我哪能住你这儿？你不住我这儿，你住哪儿？难不成晚上在你那个保安亭凑合一晚？一把老骨头了，你还遭这罪？我自己想办法，你就别操心了，早点睡吧。这小老头子还挺正经，在我这儿住一晚能咋地？我还能吃了他。
喂，小王，这么晚打电话有事儿？老板，仪器出问题了。什么事儿？你慢慢说。我们接了一笔2000万的高精度液压保体订单，要求1个月交付，可几台机床连续出现尺寸偏差，工程师调试1天都没有。那就联系机床的厂家，让他们来处理精度的问题。联系设备厂家，派工程师过来检修。联系过了，他们最快1个月才能来人。知道了，你们先稳住，我马上回公司。郑国，到家了吗？快进电梯了。你会开车吧？麻烦送我去趟公司，出急事了。会，我这就过来。公司订单出了问题，实在没办法才麻烦你。没事儿，我回去也睡不着，能帮上忙就好，你别太着急。有你在，我心里踏实多了。你可算来了！机床加工的阀体始终有0.01毫米误差，怎么调都不达标。我来试试。这是5轴联动数控模床，加工的是盾构机液压阀体，用的还是 NTL 老款。郑国，你居然懂这些？盾构机设备更新成本高，老机型我以前接触过。太好了，我们一群技术人员都束手无策，你能不能帮忙修好？多年没上手了，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成。等等，你是谁？我们凭什么相信一个外人？大爷，这里是高精度设备车间，操作机床必须持证上岗，别在这里逞能。我不敢保证修好，但肯定不会弄坏设备。你要干什么？手动调试？你搞什么手动调整？你以为你是8级钳工啊？你就敢乱来，拦住他，弄坏了机器，我们就真完了。老周，你真能行。试试。行，我信你，咱试试。设备用久了，必须手动校准。现在的年轻人太过依赖数控系统，手上的真功夫都丢了。说的轻巧，手动调试怎么可能比电脑精准？设备终究是人造的，干技术这行靠的是手上功底，不是死板的程序。你这简直是强词夺理！住口！听周师傅安排。好了，再开机测试。万一调错了，后续再用系统校准就得大拆设备。事到如今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干等着订单也保不住。机器一旦损坏，你今天别想走出这个车间。这可是2000万的大单，延期交付要5000万违约金。就这，跟我们做出来的一样啊！我也没看出来你有多强。上仪器，量量就知道了。我来检测。零误差，真的是零误差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早些年哪有这么高级的电脑，都是手搓，积累的经验多了，自然就懂了。不愧是老师傅，李总，不如我们把周师傅请到我们公司，以后少不了让周师傅帮忙。怎么样，感不感兴趣？我们这里的工程师的工资可都是1万起步。这事儿回家再说吧。今天多亏了你了，帮我们这么大忙。要是没有你，公司可是要面临5000万的赔偿的。幸亏我这把老骨头还干得动，你也不用太客气。那哪行？你有啥想要的没？我送你，全当是感谢。不用，吃的用的都有。这折腾一晚，天都快亮了。你快歇会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这是龙潭虎穴啊！你这个点回家，就不怕吵到你儿媳妇？就在我这住一晚，天亮了再说。那行，我就睡沙发。睡屋里，你要是不听就是见外，没把我当自家人。听你的。
我没看错人，他能托付。他也是吃了一辈子苦了，后半辈子不能再吃苦了。都说老年人没有激情，不懂浪漫，那我就给他买个车。听说那个4个圈就不错。原本攒下这笔钱是想给儿子儿媳换房减负，我掏心一辈子，到老却被嫌弃驱赶。这笔钱留给秀琴吧，给她换个房子。这一觉睡得踏实，你爸没制造噪音。是爸一晚上没回家。不回家好啊，晚上动静闹得再大也不担心了。看来还是不能对他太好，就应该多吵多闹。你说什么呢？那是我爸。怎么，你还不乐意听啦？你就说昨天我的嗓门大不大？听见没？你爸回来了，都12点了，我饿了，快去让他做饭。行，我去说说。爸，你别跟丽丽置气，她昨天被客户怼了，心情不好才乱说话的。我没生气，我也想明白了，我跟你们住确实影响你们的生活，我现在就搬出去。现在搬？你已经找好住的地方了？找好了。住哪儿啊？可别太远，你还得回来给我们做饭呢。不远，就在咱们小区，但是以后这饭就你们自己做吧，我不一定有时间。什么？你不做饭，难不成让我们天天吃外卖？外卖多贵你不知道啊？就我跟成功2个人，一个月要花3、4千，这钱你给啊？这钱我不出，你们自己挣钱自己花。我不同意，我挣的钱是要逛街用的，哪还有钱吃饭？那就想办法挣钱。我去哪儿赚钱？你给我介绍工作啊？你给我介绍工作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要坐办公室，工作还得轻巧，工资要1万以上。我也没法给你介绍工作，以后我就不管你们了。这个房子留给你们。房子留给我们，还算你有当爹的样，但是要过户，房产证上写我的名。行，都依你，只要你们2个好好过日子。爸，这是怎么了？性情大变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我们不知道？我爸能有什么事儿？你想多了吧？我看未必，网上都说老人最会藏心眼，他说不定偷偷攒了一大笔钱。你先把他支开，去他房间翻一翻。你们在门口嘟囔什么呢？快过来帮忙！听见没？叫你呢。来了吧，我们这就过来帮你弄。只要你今天能搬出去，别说帮你收拾了，就算帮你搬家出大力，我们都干。那就快些吧，收拾的时候小心些，别碰坏了我的东西，都是一些老物件。放心吧，爸，昨天跟你说的那个相亲的事情，你早上去看了吗？人家李阿姨人特别好，脾气温和，还体贴人，我特意帮你打听的。我就不去了，年纪大了，折腾不动，一个人清清静静的挺好。那可不行，年纪越大越得有个老伴陪着。你一个人住，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，身边连个端水递药的人都没有，多让人不放心啊！我身体还算硬朗，用不着别人照顾。不识好人心，你身体就跟这旧木盒一样，看着还行，但是不能磕碰，稍微一甩就是散架的下场。别乱动，赶紧放下！看到了，这盒子也没几年，但是一摔就坏，就跟你这把老骨头一样。听我的，去见见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让开，越帮越乱，这里没你们事了，我自己弄。8级签公证，存款凭证，这小老头还有存款。小老头真有你的啊！我们小两口月月手头紧，过得紧巴巴的日子，你倒好，偷偷藏私款，存私房钱。这些都是以前攒下来的，你和周成功月半光，我总得留点钱应急。原来是留的应急钱啊，能有多少？5万还是10万？这点钱现在能干什么？赶快拿出来补贴家用。10万多点，多点更好啊！赶紧拿出来，我看上一个包，一直没钱买。你要是有钱，刚好把我的包买了。个十百千万10万百万千万，没错，8000万。爸，你有这么多钱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天天求财神求暴富，没想到财神爷就在家里住着呢。之前是在家里住，但是你们不是嫌弃我没有边界感吗？现在不是就要搬出去住吗？这哪能往外搬？赶谁出去都不能赶您出去啊！您现在就是咱家的老财神。我还想抱孙子，这是头等大事。
必须搬出去。爸，我错了，你打我吧，你骂我吧，我昨天不该说那话，伤到您弱小的心灵了。我不搬出去，孩子怎么办？照样生，您别嫌吵就行。以后我也不上班了，您看您是准备要几个孙子？这钱我已经存了定期，你们不上班吃什么喝什么？存起来了，这可是大额存款，一年光利息就有不少，那不能花，还是您有方法钱生钱。这钱放着就是底气，不用为以后担心。你俩放心，我都50多了，人生过了大半，这钱我就是拼命的花，我也花不完，最后都是你俩的。爹，我的亲爹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行了，快些收拾吧，我搬出去住，下午找你们李阿姨去。爸，你现在可是土豪，李阿姨顶多是个技术主管，她根本配不上你，我给你重新找个，这时候必须讲究门当户对。这有啥门当户对？你们还担心李阿姨贪图我的钱不成？爸，你这就不懂了，女人最了解女人。你李阿姨不是坏人，在你介绍给我之前，我们就已经认识。老周，是我秀琴，家里的东西收拾好了吗？来了。一直没来过你家，没想到你家被你收拾得这么干净。在家闲着没事儿就擦擦这些老物件。这是我儿子，这是儿媳，你们两个快叫人。李姨，我是丽丽。我这该叫领导还是礼仪？周成功，宣发部。这又不是公司，叫我礼仪就行。哎，这眼看都到饭点了，都还没吃吧？现在做也来不及了，我跟成功下去买点带回来，你们在家坐着说说话。衣服还没换呢，这就出。你个憨货，这么大了怎么就没点眼力劲儿，非要在这个时候在你领导面前露脸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管你什么意思，现在我就一个意思，盯好这个钱，8000万啊，可不能让小老头把钱霍霍了。我爸能花什么钱？你爸是花不了什么钱，但是现在你爸跟李秀琴要处对象了啊，这花不花钱就不是你爸说的算了。你想怎么样？先看看，要是你爸真给女人花钱了，就棒打鸳鸯，拆散他俩。拆？你打算怎么拆？先看你个榆木脑袋疙瘩！你爸现在是土财主，只要他不乱花钱，所有事情都顺着他来。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吧？睡得挺好。我还以为我家沙发有刺，我睡醒一看人不在了，走了也不打声招呼，怕吵到你。行了，没怪你的意思。下午要是没事儿，你跟我去溜达溜达，刚好我有礼物想送给你。我有时间，但是就不要破费了吧，现在挣钱都挺难的。不是啥贵重的东西，咱们就年轻人一样，去喝喝奶茶看看电影，花不了几个钱。这行，我请你。哟，准备下血本了，500块呢。现金就这么多，你要是觉得不够，我这就去银行拿。想什么呢？咱们200块钱都花不完。是公司的电话，先忙公司的事情。咱们毕竟是给老板做事的，公司的事情要比咱们吃吃喝喝重要。不是公司的，是物流的电话，应该是买的东西到了。喂，东西送到了。就在楼下，你要是康窗，现在往下看就能看到。应该是我那4个圈到了，我下去看看。这车我签收过了，谢谢你哈。您客气。6行12纵，这可是 A8 呀！怎么是个小老太在签收？网上不都说买货须追初恋吗？这小老太又是谁的初恋？快看，这小老太冲人招手呢。孩子怎么是个老登？这车难不成是这个老登送给这小老太的？还真有可能，这小老太保养的确实不错。这老登这把岁数了，还吃这么好。老周，你下楼太慢了，快坐上试试。这是啥车？我怎么没见过 ？A8，这车开着舒服。这得不少钱吧？你花这钱做什么？虽然你一个月也不少挣，但是也不能这样花。我都多大了，还能开这车？这有什么开不得的？你快上去，带我出去转转，咱们出去吃点好的。周成功，你看那是不是你爸？还真是我爸。他们这是干什么？老年人的浪漫啊！这小老头送给那个小老太的车，奥迪 A8 6横12纵，那可是货系，我看还是60的，落地快200万了，真羡慕这个小老太，都这么大了，还有人送这么贵重的礼物。
我就说让你爸注意点这老太太，这才几天就敢花200万买车了，那怎么办？你快想想办法！还等着干什么？拆！给我狠狠的拆！哟，这是新买的车吧？还是奥迪呢？这得不少钱吧？我要是收到这种礼物，我都不敢要，我怕人家背后嚼舌根，说我贪财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这话？这有啥不能要的？一辆车而已。这要是能要，那以后指不定要啥呢。还没领证了吧，就开始送车了。等领完证，不都得送房子了？还是你这孩子考虑的周到。等我跟老周成了，就去整一个江景房。以后退休了，就在窗户边看看江上的风景。有些人年纪大了不害臊，这还真敢想啊！还江景房咋不上天呢？江景房怎么了？要不是舍不得这江城，我还想住海景房呢。海景房才够辽阔，海景房都想上了。我跟周成功结婚也才要了10多万的彩礼，这倒好，车房都是100万起步。爸，这车至少200万起步，他说要就要啊！那是你李姨送我的车，我说了我不要，你们俩唱哪出呢？什么玩意儿？李姨送你的车？这车刚送回来，还没开呢。等会儿，差点让你绕进去了。你什么实力能买得起200万的车？要我说，就是我爸送你的。你现在反过来说是你送我爸的。这孩子还挺可爱，胳膊肘不往外拐。那你说，你爸什么实力能送得起我200万的车？坏了，他这是冲着我家老底儿来了。我爸什么实力你还不知道吗？你问我。行了，陈琳琳，不要再胡闹了。这确实是你李姨送我的礼物，我都没打算要。这车这么大，都不是我这老头子能开的。不行，孩子们不理解，你怎么也变得执拗呢？我送你，你就收着。昨晚上你替我保住了2000万的大单子，送你辆车是应该的。什么？公司技术研发部传疯的事情是我爸解决的？对啊，你爸出手解决了迫在眉睫的麻烦。谁领我爸过去的？我可是听说是老板请来的8级钳工，你不会就是公司的老板吧？怎么？看我上年纪了，不像老板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您真是公司老板？周成功，你闹着玩呢？你连你公司老板长什么样你都不知道，你白干这么多年了。李总、李姨，您看这事儿整的唐突了。这样，咱回家先吃饭，一会儿多让成功喝几杯。你们吃，我让你爸带我兜兜风。这怎么能行呢？中午饭都还没吃呢，不差这一会儿。你们小两口快去享受2人世界吧。快说话呀！爸，你就带着李姨玩去吧，晚上记得回家吃饭。我跟丽丽在家准备着。对，我俩准备着。李姨，您看您有啥忌口不？清淡一些，不要重油重辣。记下来啊，李姨说清淡。我就说我的命不会太差，现在终于熬到头了。小老头有8000万，李秀芝的公司1年也能盈利几千万。几千万，今年可能要破亿哦。公司最近接连接到了大单子，全是跟盾构机有关的。盾构机？盾构机快要更新换代了，单量水涨船高。这么说，李姨比咱爸还厉害，有你的，周成功，投了一个好胎。你也不错，会嫁人。你少来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让你爸和李姨完婚，不结婚我总觉得不稳当。恋爱的时候都是甜蜜蜜，结完婚才是正经过日子。你准备怎么做？女人最懂女人，你去买2瓶好酒，再把家里收拾收拾。借着酒意，水到渠成，有你的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你现在去订购一批喜糖，过了今晚就去小区散播消息。什么消息啊？吴家有喜，以后你我2人的日子翻天覆地，天上人间，不同凡响。这会不会太快了？万一弄巧成拙呢？你爸在李秀琴眼里就是个还算干净的保安。李秀琴什么条件？企业家，人家现在就图个新鲜感。不成就不成呗，咱爸有8000万，饿不着啊。没远见的家伙，你爸那8000是死钱，李秀琴的公司才是活水。这亲事成了，咱俩后半辈子才有保障。老周，你累不累啊？要是累了，你就把东西放下休息一会儿。不累，我还能逛。我女儿说这家奶茶店是国内第1家，很好喝的。来都来了，那咱们就去尝尝。不是，给我干哪儿来了？我都50多了，跟小年轻争口吃的。这时候谁打来的电话？喂，李总，江城重工对我们这次加工的部件很是满意，说是要追加5000万的订单。5000万是大企业，快去拟定合同啊！人家现在没说签合同的事儿，就是口头上一说。江城重工是老客户，不会反悔。
趁现在原材料还没大涨，你立刻去订一批货，先把成本死死控下来。明白了，李总。这都晚上8点了，这俩人不会是直接办事儿去了吧？这还不好，省得我们操心了。你懂什么？我们不出力怎么彰显我们的价值？没价值以后谁给你钱花？现在你给你爸打电话，让他抓紧回家。喂，是周总吗？我是小王，今天找到合适的楼盘了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来看看？不用看，直接打款。多少钱？那太好了，总共算下来需要360万，今天交钱，明天就能完成付。老周，干啥呢？快点上车，我们回家了。请拨打的电话在通话中。这小老头挺忙啊，这个点了，跟谁打电话？这次就是运气，那小老头买房子急得很，昨天晚上让我找房子，今天拖了一天，晚上给他报价，一下子就成交了。小老头，该不会是周振国吧？不行，我得打电话问问。小王，恭喜啊，300多万可不是小单，这次提成恐怕不少吧？丽丽姐，我已经订好咖啡了，明天上班带人手一份。客气客气。今天买房的小老头叫啥？叫周振国，这名字听着就霸气，是个有钱的主。周成功，你爸干的好事儿，才跟李秀琴处2天就买房子了。什么买房子？我爸不是跟李姨逛街去了吗？我刚收到的消息还能有假？360万啊！你冷静点，说不定是买给咱们的呢。不可能，他老早就有钱，早不买晚不买，偏偏这时候买。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啊，辛苦你们小两口了。今天逛了一天，虽然吃了不少，但是一到家还是饿了。你俩愣着干什么？快来拿东西，这些都是李姨买给你俩的礼物。哎呀，李姨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太破费了。可花了不少钱。我说不买这么多，秀晴非要买，说是给孩子买的，就买点好的。那谢谢李姨了，也谢谢爸。这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吗？那房子的事儿是我问还是不问啊？万一给这2个小老玩意儿问急眼了，我可啥都捞不到了。这礼物我们就厚着脸收下了，谢谢李姨。那天看到相亲信息，我一眼就看中了你俩能成一对。对，我是大力支持，咱啥时候把证领了，然后再要个孩子。丽丽有经验，她会带。说什么呢，你这臭小子！有经验个锤子！你是不是虎啊？滚过去拿筷子！你家这俩孩子挺闹哈，你教的？看不出来啊，老周，你还用点歪门邪道的法子追姑娘？误会，我哪懂年轻人这些弯弯绕绕的东西？先坐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公布。爸，您不会是想说你买了一套房子送给秀琴阿姨吧？你怎么知道我买房子要送给秀琴了？我干销售的，我能不知道？您买房的事情在我们圈子里传开了，房不看价不砍，告诉多少平后直接盲定，您这不是闹笑话吗？江景房就那几套，看来看去也没啥区别，就定了一个大小合适的。这可是360万啊！怎么你有多少个360万？你打算把钱全霍霍完，不给你儿子留，你孙子也不要了？车房现在都有了，也就置办这2个大物件，后面没啥大的花销了，钱还是给你们留着。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360万连眼都不眨就给了外人，等你想起我们的时候，怕是连个钢镚都不剩了。这孩子怎么就不信我说的话了？我节俭一辈子了，这都快活到头了，我还能把这钱霍霍完？这屁话我之前听过了，只要这钱还在你手里，以后指不定还要送人家什么大物件，除非你把钱给我，我替你保管，以后留给你孙子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那可是你爸。正是因为他是我爸，我才要管他，再不管家底全让他败完了。不可理喻，哪有孩子替长辈管钱的？今天你不就见到？赶快把钱转给我。钱是不可能转到你手上的，你们2个人什么德行我清楚，好吃懒做，油嘴滑舌。我好吃懒做，但是我不乱花钱，我花的每一笔钱都是该花的，哪像你，证还没领就给这个女人花了300多万。那是我应该花的钱，也是我愿意花的钱。如今只是花了300多万，你就敢对我大吼大叫？我大吼大叫，你也不看你做的是什么事儿，你好意思吗？现在这钱还在我手里放着，就敢对我这样？要是钱不在我这里，我怕是连花1块钱的权利都没有。算了，老周，别跟孩子吵了，再气坏了身子。钱给他们小2口吧，以后我开公司，我养你。给他们，怕是他们能飘到不知天地何物。怎么，钱很多吗？能有我开公司1年赚得多？
肯定没你赚的多啊！你公司一年流水几千万，我手里的都是死钱。行了，都先别吵了，不就是因为一个房子吗？我回头给你们小两口整一套新的。我先接个电话。李总，出大事了！甲方跟我们取消后续的合作了，我们对购机的订单没了。什么？之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对我们制造的部件很满意，后面要追加5000万的订单。李总，那只是口头协议，根本不作数啊！而且我们早就订购了一批材料，货款全都已经打出去了。订了多少材料？数额到底大不大？2500万，我们完了，李总，订单没了，材料款全砸进去，现金流直接断了。我还以为你公司多厉害呢，原来2500万就能把你们拖垮。材料还在仓库，只要商单能追回来，这批材料就是利润，不是亏损。口头协议不作数，人家甲方不认了，你跟谁追？再说了，就算材料在仓库，银行的款子能等你吗？供应商的账能等你吗？事在人为，我先回公司了。你回公司就能解决啊？那可是巨款啊！你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？现在轮到你自己了，头皮发麻，无从下手了吧？你住嘴！危机只是暂时的，李总肯定能解决。他怎么解决？2500万的窟窿，他拿什么补救2500万很多吗？这钱我出了。老周，这可不是小数目啊！你怎么可能会有2500万？小钱我还拿得出来，报卡号。你敢？那些钱都是我的，你一分都不能花！这钱是我辛苦一辈子挣的，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要是想跟周成功过日子，你就过；你要是不想过，你们就离。这钱我不能要，现在还没到最需要钱的时候。年纪大了就是能装啊，现在还不是最需要钱的时候，这话你还真敢说出来。你看看你这楚楚可怜的模样，还真会。小钱，不要听琳琳乱说，现在不需要钱，那你怎么度过这次危机？把订单追回来，一切都可以挽回。行了，你别装了，还追回订单，人家公司都不和你们合作了，明确拒绝了，肯定是找好下家了。怎么，你准备让利做亏本买卖？我现在就去公司拿资料，然后去江城镇工找他们的负责人何总聊聊这个事情。在江城，除了我们，没人能给出更好的合作方案。什么？江城重工？何婷婷？就是他。怎么，你认识？你等等，这事交给我来解决。喂，师傅，您怎么舍得给我打电话了？我问你，江城重工今天是不是取消了一个订单？是的，有这么一回事儿，取消了跟秀峰精工的一个合作，不过当时也是口头协议，不会产生任何纠纷的。现在有找好下家吗？合同签了吗？还没有签合同，明天签。您怎么突然关心这件事情了？明天我让秀峰精工的老板秀琴带着资料去找你一趟。如果秀峰精工给出的方案不比新合作商的差，那就跟秀峰精工合作。秀峰精工的方案我们看过，很有竞争力。您要是认可的话，我现在就让秘书拟定合同。那就跟秀峰精工签。好嘞，周师傅都发话了，我照办。我多嘴问一句，秀峰精工跟您是有什么关系吗？正处着呢，顺利的话，请你来喝喜酒。老周啊，那可是江城重工啊，你一个电话就让他们的何总马首是瞻了。怎么回事？麻烦解决了，你们怎么不开心？爸，您就动了动嘴皮子，这5000万的订单就成交了。不然呢？也就是凑巧了。要是换一家，我还真不一定能解决。老周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你为什么有这么大能耐，能命令江城重工的何总？江城重工成立之初，我是第一任技术总工，何婷婷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徒弟。江城重工的首任总工就是您？爸，您不是普通钳工吗？ 8级钳工，
不算普通。老周，你瞒得我好苦。不是有意瞒你，这些年就想当个普通老头，过清静日子。爸，何总都是您徒弟，咱家这辈子还愁什么？刚才不是还嫌我乱花钱吗？师傅，深夜登门打扰了，合同我亲自盯着秘书你的。何总给我爸鞠躬90度，这可是江城重工的老总啊！秀琴，你看看，没问题，明天就签。李总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明天你们跟我去江城重工见世面。去，一定去！江城重工技术总工董事长是我公公的徒弟，我陈丽丽这辈子值了。这大厅比我们整个小区都大。你快来看，这是你爸年轻的时候。年轻时候还挺帅。老喽，当年一站12个小时，现在站2小时腰就疼。师傅，请上座。第7条第2款，房体公差写的是正负0.01毫米，液压房体密封面要求正负0.005毫米，数据错了。对不起，周师傅，马上修改。师傅面前犯这种低级错误，回去写检讨。你爸连合同条款都能挑出错。我爸当年可是总工，你以为闹着玩的？师傅，盾构机国产化到了最后关口，我希望您回来担任技术顾问。余下的时光，我只想用来陪伴秀琴。何总，赵大发打电话来闹事，说咱们原本该给他的5000万订单签给了秀峰精工，他绝不善罢甘休。赵大发什么来路？当地小老板，江湖气重，煮熟的鸭子飞了，他肯定要急眼。江城重工5000万订单说没就没了，给我查秀峰精工底细。赵总，您的意思是交不出货一样赔违约金？去查他们的仓库，能不能做点文章？地板昨天不是刚拖过吗？爸，您房间我重新布置了，床单换了新的，还买了按摩椅。爸，您坐下，我给您洗脚。爸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昨天你还骂爸，今天就要洗脚，换谁不害怕？师傅，赵大发在业内放出狠话，要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爸，他要干什么？做生意输不起的人最易出错，他越急，我们越稳。老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估摸着你快下班了，带了碗热汤，明天还有硬仗要打。这么多年，第一次有人深夜等我回家，这把年纪，竟还有人愿为我守一盏灯。大家都抓点紧，马上就该交货了。不对，昨天质检的全是高精度成品，这些全是劣质废品。昨晚监控被人为关闭，凌晨2点到4点一片黑，还有3天就要交货了。门锁有撬痕，但锁芯没坏，用的是专业开锁工具。这不是普通毛贼，是赵大发的人冲着你来的。婷婷，合同先没盖章，货出了点问题。秀琴统计原材料，成功去预热3号机床。赵大发太卑鄙了，爸，你怎么安排我怎么做？师傅，赵大发愿以低于市价30%出售同型号部件。那是我的货，他偷了货还想卖回来。全部吃下，用江城重工名义收购，加检验条款，不合格就拒收索赔。他急于脱手赃货，我们就顺势收购，货送江城重工，收益归秀峰精工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让他最后落个人财两空。
全员加班赶制尾货。赵大发以为偷了货我们就没办法了，我们的反击开始了。闲置3年，数控系统启动不了。爸，这点味儿不算啥，我来了就不能闲着，您吩咐。这是活动扳手、内六角、梅花扳手各一把，帮我把工具按大小排好，放顺手的地方。得嘞。数控关了还怎么用？老设备就得用老办法，纯手动。靠耳朵听齿轮咬合，全中国会这手活的不超过10个。开机测试。零误差，又是零误差，到底好还是不好？比售后前程精度还高，1万件出不了1件。接下来2天我亲自操作，谁也别碰这台设备。婷婷，务必拖住赵大发3天，1天都不能少。赵大发，这3天你1分1秒都浪费不起。李总，仓库比脸还干净，后天交货你拿砖头送去吗？违约金1500万，你赔得起吗？赵大发，仓库的货是不是你派人调的？监控是你关的，货是你换的。有证据吗？我打听过，你1个月挣4500，靠公公养着，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？我靠谁养着跟你没关系，提醒你手里的货能不能卖出去，跟你关系可就大了。没事了，丽丽，你今天很勇敢，没在他面前掉一滴泪。林毅他们欺人太甚，偷了东西还上门来嘲笑我们。我长这么大没被人这样羞辱过。丫头做得很好，没给咱周家丢人。爸，我没丢人吧？他现在笑得越开心，后天摔得越惨。拿产品说话，开工！赵总，合同18条，您看看。何总办事我放心。按合同第3条第2款，货款结算给实际生产方秀峰精工。合同做了手脚，你们把供货方写成秀峰精工。赵总靠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货物本就见不得光，你们合起伙来算计我！您派人调换秀峰精工仓库时，有没有想过会有经济？从仓库调货开始，每一步都被人看中。是你，从头到尾都是你。赵总货已入库，做生意有来有回，你拿我的，我拿回来很公平。行我认栽。赵总慢走。师傅，货款已打到秀峰精工，赵大发的货按不合格品退回，他1分钱拿不到。5000万订单全部交付，款已到账。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双倍奖金，所有人都有份儿。今天你也很勇敢，一步没错。当时腿都在抖，就是看不惯他欺负到咱家头上。你比成功那小子有血性多了。爸，您不能老踩一个捧一个。今晚我做兜，一家人好好吃顿饭。爸，以前是我势利眼不懂事，您别往心里去。过去的不提了。以后谁敢欺负咱家人，我先冲上去。出大事了！新一代盾构晶和新库存海外供应商断供，国内没厂家能做替代。完
把技术资料和图纸全部发来。核心轴承精度0.5微米，硬度 HCR 62以上，国内没有替代方案。高薪聘请海外技术团队，海外供应商断了货，还会派人帮我们自主研发吗？暂时搁置项目，等供应商恢复。盾构机量产化是重要战略，我们等不起。整个行业能攻彻这难题的只有一个人，周正国。当年江城重工第一台盾构机主轴承，就是周师傅在没有数控设备的情况下，纯手工加工出的。周正国是我师傅，如果连师傅都做不出来，国内就真没人能做了。散会。师傅精度0.5微米，还要连续作业2000小时，国内所有供应商都说做不了。公差比当年又提了半个量级，而且用的是新材料，我以前没碰过。干！把厂里闲置的老磨床整理出来，挑2个眼神好的技术骨干，明早7点在仓库等我。我以前只以为爸有钱有人脉，今天才知道，他身上扛着的是整个行业都扛不动的责任。我陈丽丽这辈子能嫁进周家，是修了8辈子的福。谢师傅，我是婷婷。盾构机主轴承被海外断供了，国内做不了替代品。师傅已经答应带队攻关，我需要人手。周头带队，我明早就订机票。刘师傅，你腰不好，来回折腾我怕。只要周头一句话，我拄着拐杖爬也爬回来，告诉他刘大炮3天内到江城。师傅，13个人全部答应了，每个人开口第一句话都一样，只要周头带队，我二话不说就回来。这帮老家伙还都硬朗着呢。13位老前辈连夜赶回来，都是什么人？当年江城重工最核心的技术班子，每一位都是行业里响当当的人。谢老五的那台强斗，当年精度最高，刘大炮脾气最暴，手艺也最硬，一转眼头发全白了。大炮头发比我少，脾气还是比我大。你腰弯的比我低，当年鞋床全车间第1，现在弯腰捡个扳手都费劲。这是江城重工的元老技术团队，由我师傅周正国带队。平均年龄快70了吧？数控系统摸过吗？5轴联动设备怕是见都没见过。哦，过精量0.01到0.02毫米这个范围，只有你那双手调得出来。当年咱全靠手感和耳朵，现在这些设备看着跟天书一样，不过轴承的道理还是那个道理。一群退休老头，5轴联动设备别说操作，怕是连操作手册都看不懂。这群老古董拿了补贴能做什么？丽丽，去多买几盒好茶叶，碧螺春、龙井一样来2盒，招待你这些伯伯。舍弃海外通用标准接口，采用过印配合，温插装，配合面精度0.005毫米以内。过印配合早就被行业淘汰了，0.005毫米的精度数控设备做不到，这不是80、90年代的车间。依靠老师傅手里经验，在微米级加工面前行不通，这套方案是倒退。看清楚了，形变系数卡在0.002，应力就能抵消80%。这也全对，受力分布比通用接口还均匀了3%，可0.005毫米实际操作真做不到。落差再压一点。你呀，这辈子就跟铁疙瘩较劲。
建议暂停元老团队方案，高薪聘请海外国际专家。轴承国产化不能靠退休老工人。公司现行技术手册总顾问署名第一页就是我师傅写的，你们入研培训都学过这份写词，质疑之前不妨先回去复习教育。周正国手工加工的部件精度超过进口件0.003毫米，良品率100%，数字不会骗人。他的方案，我秀峰精工全力支持。我爸的技术没人能比，有本事就上手实操比试。元老团队装配方案全面推行，所有人配合执行，不得拖延。我刚才腿抖得跟筛子一样，当着30多号人喊话，丢死人了。你很出彩，跟人吵架那会儿的胆量不仅没丢，还多了一样东西，有底气了。头儿，你歇半个钟头，过乎配合精度，差一丝就是废品。这道工序谁也不能替。老茄子的炖了1个半钟，刘伯牙口不好，谢伯胃寒，只能喝温的。爸说今天可能出样件，让我去帮忙递工具。上前可以，0.4微米，0.3微米，0.25，不动了。成了，比进口件还准了0.25微米。首批轴承样件全部达标，精度、硬度、耐久3项全过。头今晚得喝一杯，我老刘30多年没这么痛快过。适度饮酒，不能耽误明天进度。当年头为搞定盾构机刀具，连续4天没出车间，最后靠在西窗边上睡着了。醒来发现半边脸印着油渍，徒弟们谁也不敢吱声。今天难得高兴一杯总行。你要是喝多了手抖，明天0.005毫米的过芯配合找谁调？你爸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李姨管他。这叫一物降一物。头样嵌是成功了，可批量生产怎么办？过硬配合的镀差把控全靠你手上几十年经验，上了量产线总不能只靠你一个人。这副担子太重了。把老师傅的操作经验转化成设备可识别的数据，形成标准化流程量产，才能启动。周师傅，我们可以配合元老团队，你们演示操作，我们同步记录参数和角度。看到了吗？这个地方靠的不是力气，是手腕拧到半圈，再收1/3。刘师傅，您的手腕角度漂移量只有0.2度，我们换了3种传感器都抓不到这个精度。70、80年攒下来的手艺，蹲在机床前比传感器还准，想用代码复刻跟徒手画直线一样难。0.2度的漂移量，这哪是调试传感器，这是要把老师傅的神经末梢抄进电脑里。拧半圈，收1/3。半夜3更，你学这个干嘛？别吵，等我学会了，下周去车间给爸打下手。老周，你别吓我。老腰上犯了，蹲一会儿就没事儿。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，必须卧床静养至少1周，严禁弯腰长时间站立负重，再硬撑下去会出大事。听大夫的，马上住院。轴承样件还没做完，量产流程没定，那批新料明天到。爸都累得住院了，你脑子里怎么全是项目进度？对不起，阿成，我是真急糊涂了。
爸平时身体那么硬朗，怎么突然就倒了？进去吧，让爸安心养病。爸，您安心养着，车间的事有我盯着。汤挺香，你也喝一碗。核心装配工序没人敢接手，量产停滞，谁能顶替师傅？跟了头30多年，到头来关键工序谁也顶不上，丢人。头，你怎么从医院跑出来了？师傅，你这腰不能强撑。做完这批样件就回医院，不用劝。3号内6角扳手，拿稳了，别耽误爸的时间。爸，你坐下靠一会儿吧，大夫说不能久站。差1寸力道，就变了最后一件了。各项指标全部达标，3组温差变动控制在0.003毫米以内，整体品质优于此前所有批次。头的手艺还是当年的手艺。师傅，爸喝口水。资聘周正国先生为江城重工终生荣誉总工程师。这份荣誉属于所有坚守一线的技术人员。20年磨一剑，磨的不是铁，是人。江城重工与秀峰精工达成长期战略合作，秀峰精工正式成为核心零部件定点供应商。爸，以前我势力刻薄，把您当成负担和提款机。今天跟您认错，往后我用心守护这个家。过去的事儿翻篇了，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周家男人都不善言辞，心里却向来通透明白。丽丽，你每周跑2趟太辛苦了，请个人帮忙吧。爸腰还没好利索，得补。再说了，李姨你天天忙公司，哪里顾得上？外人做饭我不放心。这丫头现在倒是转了性子。宣发部同事现在看我眼神都不一样，有人中午主动帮我打饭，有人背后酸我靠爹上肋，我这心里憋得慌。以前他们都不正眼看我。那就好好干，让他们看看咱不靠爸也能成事儿。你文案写的又不差，你又不是没本事。现在你爸的事儿大家都知道，反而是你的机会。用你的文案功力，正经做几个好策划出来，堵上他们的嘴。丽丽，谢谢你。孩子长大了，丽丽也变了。师傅，通光精工的赵大发在行业圈子里散播谣言，说你利用江城重工资源为自己谋私利。他已经联系了7、8家网络媒体，计划明天一早同步发布负面报道。我这边拿到了一份他发给媒体的告料邮件。让他折腾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江城重的安保和秘书是干什么吃的？老周给江城重工做了20年技术顾问，到头来还要被小人泼脏水。师母您放心，我已经第一时间整理了证据，律师函已经拟好，明早直接召开记者发布会。赵大发那个小人还敢来，我去找他当面理论，让他把话说清楚。站住！跟这种人较劲，是降了自己的身份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这丫头从前满脑子算计钱，现在是谁碰他爸就跟谁拼命。随他去吧。每一笔合作款项均有银行流水可查，
每一项技术成果均有原始图纸佐证。所谓利用资源谋取私利，纯属捏造。江城重工秘书部已向涉事媒体和爆料人发出律师函，并保留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的权利。何总，请问贵公司是否会反冲通光精工？法务部已启动程序，绝不姑息。做得干净利落。网上那些人骂的太难听了，你又没得罪他们，凭什么往你身上泼脏水？你手机不要了。大国工匠不容造谣抹黑，向周总工致敬。公道自在人心。看清了吧，真真假假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这些人还算有良心。完了，通光精工彻底完了。最美夕阳红，真羡慕这对老人家。咱爸咱妈真好。你个死老头子能干什么？这些破烂搬走，搬走，别占地方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？新熬的汤山药排骨，您尝尝。这丫头今天不对劲儿，脸色也不好。她心里藏着事儿呢，你就安心等着吧，很快就有好消息。你最近怎么了？天天走神，被主管点名好几次了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我以前对爸说过那么多难听的话，赶他出门，嫌他没用，只盯着他的钱。有一次，我甚至当着邻居的面骂他是吃白饭的老废物。我现在每天晚上想起来，心里跟针扎一样。爸早放下了，咱们往前看。老周，两个孩子一大清早堵门口，是专程过来赔罪的。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，一家人不必放在心上，往后好好过日子就行。爸，都没事了。量产是稳了，但我发现一个问题：年轻技工太依赖数控设备手工调教，能力普遍不行。万一设备故障，没人能顶上。手艺断代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您和元老团队开一个内部技艺交流课堂，把老手艺传下去。安排。何婷婷让我去开课，教年轻技工手工调调。好事，秀峰精工的员工也可以来听。一转眼都这么多年了，你年轻时还挺精神，咱俩也处了这么久，是不是该定个名分了？爸要开课了，我负责整理资料、布置课堂、准备茶水，后勤全交给我。这才是过日子的样子。叔苦能干好的活儿，非要用扳手拧，这不是倒退吗？就是5轴联动，加工精度0.001毫米，手工怎么可能比啊？看清楚了。周师傅，问个问题，刀口余量怎么判断？
数控设定是0.05毫米，手工完全靠经验的话，差0.01毫米就废了。手感，铁持刀时有震动反馈，手指放在卡尺上能感觉到，不是用眼看，是用手听。数块给的是数字，手工给的是直觉，两者并不冲突。老周，你跟秀钱天天出双入对的，什么时候把证办了？咱们小区还等着吃喜糖呢。周师傅，你这手艺绝了，这年头会动手的人太少了。灶具旋钮也松了，顺手帮你调好了。周师傅，你太客气了，这得收钱。谢谢老周啊。老周，我这门锁死活拧不动，你快帮我看看。老周手艺真绝了！大家有维修需求来我这登记，每周六上午周师傅统一处理，小件拿过来，大件上门。你们一家子都是热心人，老周手艺好，这位儿媳妇做事也利索。你现在可不只是行业老师傅了，还是小区里人人夸的热心肠，群里都在刷屏感谢你。李总，轴承电机转动轴全都拆开，查了3遍了，没毛病，但这声音就是消不掉。下一批订单后天必须投产，交出货要赔违约金。这能行吗？齿轮咬合偏了0.8毫米，不是轴承的问题，是主动轮和驱动轮的咬合深度不对。你们拆轴承是拆错了方向。神了！这一路走下来，从老工厂到江城重工，再到秀峰精工，你一直在帮我兜底。你也帮了我不少。周师傅，通光倒了，我今天来是为之前那些事儿当面道歉。坐下说话。我那些下装手段，现在想起来自己都脸红。行业里传开后，没人愿意跟通光合作了，资金链断裂，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。我卖了厂房，才把工资结清。过去了，踏实做事，不管哪一行总有出路。你既然能卖厂房给工人结工资，说明良心还在。周师傅，谢谢。赵大发的道歉我听到了，另外我还有件事想跟二位说说。师傅李姨，你们这一路走过来，从老工厂到江城重工，再到秀峰精工，互相扶持，谁看了都羡慕，该定下来了。我会认真安排。陈姐，这里淬火回货温度曲线你写成了退火温度，还有金属评级标准打成了品质标准，完全是2个概念。我的错，这些术语我不懂，胡乱照抄没核对。
坐，不懂没关系，我一个个给你讲。淬火像冷水浇头，退火像盖被子捂汗。爸，这份我保证没有错。丽丽跟你学了一下午，回来路上还在背淬火回火的区别，这丫头现在是真心上进了。将来课堂稳定了，公司也上路了，咱俩就不用再这么操心了。我就盼着安安静静过日子，每天去江边走走，喝喝茶，偶尔跟儿子儿媳吃顿饭，就快了。5轴联动机床一次成型精度0.001毫米，刘师傅刮了半天还在修面，效率差太大了。既然有不同意见，我们现场比一轮。同一块铁坯，你用数控，刘师傅用手工，我看看结果。数矿快准稳，适合量产；手工慢，但能修正数矿留下的微观偏差。两者不是对手，是搭档。没有手工功底，你连数矿的参数该调多少都不知道，因为你不懂铁在刀下的脾气。刘师傅，您这刮刀缝口是怎么开的？你今天说那番话真好。铁在刀下的脾气，一辈子跟铁打交道才说得出来。我不担心年轻人依赖设备，我担心的是他们没见过铁怎么被驯服，就以为铁天生听话。以后这些课我每节都来听，你上讲台的样子还挺帅的。还在改第几版了？第7版。这次内部竞标20个人报名，只选2个，我不想被人说是靠爸上位。那就别光自己闷头改，来，我帮你看。你写方案，我删稿。当年我做标书的时候，你还没上班呢。他认真起来，还挺像个领导。这个数据对比表放错位置了，应该提到开篇，给评委冲击力。还有这3大段行业分析，字数太多了，删一半。用一句话点明核心就够，评委没耐心读论文。方案不错，但你缺一个东西，就是节项保障措施的落地性。评委看过太多漂亮 PPT， 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你能不能兑现。这是我在老工厂40年签过的验收单，每一份都有甲方签字，你把它附在方案后面。晚上回家我俩商量个正事儿，爸和黎的婚事咱们得处理。必须大办。丽丽，我家热水器点火不灵，能上门看下不？阿姨排到下午3点，周师傅磨完这批刀就去。您留个门牌号。我家纱窗轨道变形了，推都推不动。这也在服务范围不？叔所有5金类都接，您先登记，我排时间。老周啊，你手艺好，人品好，人缘也好，秀琴又贤惠又能干。你们这婚事再拖，咱们这些老邻居可不答应。秀琴啊，你倒是说句话，你家老周到底什么时候表态？各位街坊，这个交代我一定给。这老头子终于开窍了。周成功的方案在节项保障措施上明显优于其他选手，附件的验收记录给出了
可追溯的兑现路径，这是实打实的经验。恭喜！成功凭实力拿下竞标，我先干一杯。以后谁再说成功靠爹，拿这份评审报告甩他脸上。干杯！成功，爸今天也在，咱们抓紧说正事儿。爸，丽姨，我和丽丽商量好了，婚事所有准备工作我们来跑，你们只需要选日子，其他的全交给我们。师傅，江城重工和秀峰精工都能提供支持，老技工们也等着喝喜酒，万事俱备，就差您一句话。下个月我先带秀琴去挑戒指，然后选个好日子。这次是真要准备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真不敢认了，当年啃那批轴承全手工调，连轴转了40多天。现在这设备，我们那会儿想都不敢想。我退休6年了，6年前这套铲队还在图纸上。这批轴承径向跳动低于0.005毫米，老周当年咱们定的目标就是这数，现在量产达标了。老周、秀丽，咱们几个老家伙眼睛不瞎，你们俩这些年互相扶持，早该成一家人了。今天当着大伙的面给句准话，什么时候把事办了？是该办了。就等个合适的机会了。不练了，我手笨练到死也达不到0.01毫米。数控3秒搞定的事儿，我在这浪费半个月没意义。这是我21岁那年刚进厂3个月，连锉刀都握不稳。师傅让我锉一个方块，我锉了整整1天，最后对角线差了2毫米。被师傅用图纸卷成土抽了脑袋。手工调调不是比谁手巧，是比谁沉得住气。你才练了半个月就喊停，你问问自己，你服不服？秀琴，我这一辈子没说过几次好听的话，但有一句我想认真说：从老工厂到今天，每一步你都在，往后的日子，我也想每一步都有你。嫁给我。好，这次是真答应了。师傅，这批订单量不大，但种类多，每换一种零件就要调一次模具，稍有不慎就是批量返工，得靠您2头盯着。这个槽的倒角角度太大，装配时会撕裂，密封圈改小0.3度，再不调这批全报废。这隐患排得太准了，幸亏有周师傅在。爸求婚成功了，你看，你看，戒指都戴上了。咱们答应过的事儿该开始了。登记前要准备的证件、照片预约全包了。明天我去挑喜糖和红包，你负责查登记流程和预约时间。螺丝数量对不上，排班也撞了。赵姐，台账和排班表这2个活能不能从头教教我？我刚接手全是混的，再这么下去，车间领不到物料要停线。李姨，
你看这款红色烫金的喜庆，这款米白色素雅也好看，两种我都拿了，你来选。这个简洁像你。各位邻居，咱们小区手艺最牛的周师傅今天在场，大家说要不要请周师傅上台露一手？可什么好呢？神乎其技呀！周师傅、秀琴，你们这婚事到底定没定？上个月老张头问，你还说一定给交代，现在到什么进度了？刚定快了。老周，这杯喜酒我可是等了太久了，一定得好好喝几杯。发到家庭群里，配文就叫最美夕阳红。这本手册融合了在座老技工几十年的实操经验与现代数控操作规范，每一个参数都有出处、有验证。感谢周师傅和各位元老团队的付出，也感谢陈丽丽全程誊写票对。连吃刀额量都标得这么细，手艺传下去就好。总算名正言顺了。师傅礼仪不对，以后要改口叫师母了。叫什么都行，今天高高兴兴的，别哭。我们出去5天，江城重工和秀峰的项目对接由成功盯着，车间排班和后勤还是丽丽负责。小区便民服务登记表在活动室抽屉里，钥匙在物业老张那儿。遇到处理不了的，事先自己想想办法，实在不行再打电话。年轻人要学会自己拿主意。收到，爸，礼仪不对，爸妈，反正你们好好玩，别省着花钱，看到什么好吃的就吃。这个家终于交到我们手里了。咱们这么多年，头一回出门不为工作，不为应手，就单纯散散心。以前在车间的时候，连坐下来喝杯茶的功夫都要掐着表。以后每年都出来一趟，把腰养好，把腿脚养好。我还想陪你多走几年。你这话我记下了，不许反悔。说到做到可是你的作风。成功，排班表出了吗？图纸参数怎么定？得自己拿主意了。丽丽，你变了，刚来那会儿打1张表都乱，现在3张同时跑，你是把后勤当产线在管。这几天脑子转的比以前1个月都多。以前总觉得爸什么都懂是天生的，现在自己上手才发现，每一步都是磨出来的，没有捷径。咱们也是在磨，从最开始那会儿到现在，看看咱俩变了。以前我天天骂人，现在天天背排班表。老孙我这辈子见过的人精不少，
但你不一样，你不显山不漏水，可每次车间里出了事，第一个站出来解决问题的是你。今天我们这帮老伙计终于喝上你的喜酒了，以后你不光是技术上的主心骨，还是家里头的主心骨，好好过日子。从最开始低调进车间解决难题，到今天工艺手册正式下发江城重工，这一路每一步都有师傅的影子。师傅和李姨走到一起，是我们所有人最盼着的事儿。爸，以前我糊涂，说过很多不该说的话，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。可你从没跟我计较，一点一点教会我好多东西。今天你领证最高兴的人里面，我排第一个。我这辈子跟铁打交道多，跟人打交道少，但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的铁，经历过火烧、捶打，反而最靠得住。谢谢。今天讲课又拖堂了，老张头还一直在群里夸你帮他修好了收音机。年轻技工们好学，多讲了半小时，铁的脾气他们算是摸到门道了。爸，两边车间的质检数据刚汇总过来，全线标率、良品率100%。爸，李姨，下午车间的会我没去，是因为去了趟医院。怎么去医院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我怀孕了。周家有后了。这是天大的喜事儿！我要当爸了。这辈子值了。